天塌了，當曾經被視為鐵飯碗的中國科技巨頭也開始揮舞屠刀裁員，你就該知道真正的經濟寒冬來了。最近，百度赫然登上倒下者名單。多方消息稱，百度在2025年11月底啟動新一輪大規模裁員，涉及多個業務群組，裁員比例從10%到30%，個別部門甚至高達40%。有員工透露，這次調整不設內部轉崗機制，收到了通知，第二天就被要求離職。新人賠償為 N+1.5， 資深員工則能拿到 N+3 到 N+3.5 的補償，外加年終獎與簽字費。更諷刺的是，曾被寄予厚望的 AI 未來也沒給他們留住飯碗。此次裁員，雖然公司聲稱要保留 AI 與雲計算相關崗位，但移動生態組，也就是百度昔日廣告、搜索、大流量入口所在的核心，首當其衝，受影響最大。從這一波裁員衝擊來看，過去幾年不斷瘦身的趨勢，現在像一把利劍刺入骨肉。官方數據顯示，僅2022年到2024年3年間，百度員工人數已從超過4萬銳減到約3.6萬人。與此同時，不只是百度，傳聞中，聯想在其 ISG 上海分部也展開裁員風暴，有員工稱連孕婦也被裁掉了。軟件、固件、OS 等職位被一刀切。這意味着，不僅是互聯網服務、在線廣告、AI 領域，硬件與系統底層也難逃這場收縮。雖然聯想官方暫未正式回應，但流出的內部郵件與員工爆料讓外界震驚。如果大公司都撐不住，是不是意味着整個經濟體系都在崩潰邊緣？據報道，百度第三季度淨虧損超112億元人民幣，廣告收入同比大跌18%，核心營收來源支柱徹底動搖。廣告作為互聯網公司命脈，一旦斷供，就像斷了血，公司現金流迅速枯竭，裁員似乎成為唯一收縮自救的方式。近2年，百度及眾多科技公司押注人工智能、雲計算、算力大模型，但業內人士指出，這些投入不僅需要高額資本，還要經歷長周期的消化、轉化，可短期內難以回本。在核心業務廣告大幅縮水的背景下， AI 成為奢侈消耗。在經濟壓力與外部競爭夾擊下，企業不得不捨掉未來賭注，先保住當下。當裁員不再是局部，而是系統性，想象一下，一以百萬計的白領突然失去穩定收入來源，房貸斷供、信用卡逾期、消費能力驟降，這些都會造成連鎖反應。今年底失業人口激增，將有多少人無力支撐房貸？多少家庭會被迫離開城市，賣房、賣車、轉租？更別說曾經被寄予厚望的房地產和金融系統，承受的可能是多米諾骨牌般的衝擊。過去，人們習慣把科技大廠當作壓歲錢，即便房價高、生活貴，也憑高薪、獎金、期權支撐，希望未來更好。可現在，即便穿着體面西裝，畢業於名校，加班到凌晨，也逃不過公司一紙通知。這些體面人失業後，再也不是某個企業的被優化對象，他們將成為城市中產滑落、貧窮線掙扎、焦慮漂泊的一員。在這個過程中，消費、租金、貸款、信貸、就業，每一個社會模塊都可能被撕裂。年輕人可能失去對未來的幻想，轉而逃離，回老家、轉行，或徹底放棄所謂穩定人生。更可怕的是，這種裂縫不會止於個人，它將帶來社會流動性的停滯、中產萎縮、青年失望、城市蕭條。當大公司不再是護城河，普通人連飯碗都保不住，整個社會的向上通道將變得擁堵、狹窄。一句話總結：如果連百度、聯想這樣曾經代表中國科技與奮鬥夢想的大廠都撐不住了，那你手中的房貸、車貸、
信用卡賬單、未來規劃能撐多久？裁員不是結束，而是序幕。真正的含義，往往在失業之後才慢慢爬上幾倍。被通知離開的那一刻，有人拿着補償金，看似體面退場，可當銀行卡裡的餘額一天天減少，招聘軟件上卻始終沒有回應，那種被世界遺棄的感覺，才是真正的崩潰。今天在北京、上海、深圳被優化的高級工程師、產品經理、運營負責人，明天可能就會出現在外賣騎手群、網約車司機群裡。不是他們不夠努力，而是這個體系已經容不下他們。據多地人力資源機構統計，2025年第4季度，互聯網、科技、金融行業崗位投遞量同比增長超過 50%， 但新增崗位卻在連續下降，部分城市的競爭比甚至達到1比80，也就是說，一個崗位80個人在搶。那些曾經月薪3、5萬的人，如今願意接受7、8千甚至5、6千的工作，而那些應屆畢業生只能眼睜睜看着崗位被取消招聘凍結、延期入職。這不是能力問題，而是整個經濟系統在縮費、收縮、節流。當收入不再穩定，房貸就會成為一根慢慢絞緊的繩子。截至2024年末，中國城鎮居民住房貸款餘額超過38萬億元，而進入2025年後，多地出現斷供、延期還款、協商重組的案例顯著上升。大量邊緣中產開始放棄償還能力之外的房產。你可以想象這樣一幕：一套曾經標價800萬的房子，現在掛牌600萬也無人問津。房主不是不賣，而是根本賣不出去。因為買的人沒了，貸的人怕了，接盤的人清醒了。房地產如果失去流動性，會直接反噬銀行與金融系統。銀行開始收緊放款，貸款變難，企業更難生存，於是繼續裁員，繼續縮編，形成負循環。這是一個自我吞噬式的經濟漩渦。當大量中高端崗位消失，人們被迫湧向低門檻的行業，外賣、快遞、網約車、臨時工、直播帶貨、地攤。但是平台崗位是有限的，已經有多地網友反映，接單越來越難，搶單越來越倦，單價越來越低，平均時薪跌至20元以下。這是典型的底層內卷，不是因為機會多，而是出路只剩這一條。一個社會真正的病，不是有人很窮，而是原本不該窮的人正在快速掉下去。當中產跌落，年輕人絕望，普通人麻木，精英出逃，這一切將會在未來幾年重塑整個社會結構。比失業更可怕的是失去希望。2025年，躺平、不婚不育、不買房不買車、不社交、不加班、不善良，已經成了一種心照不宣的自我保護機制。不是他們不愛生活，而是生活已經讓他們愛不起了。當上班不再通往未來，只通往疲憊；當讀書不再改變命運，只換來簡歷未讀；當努力不再有回報，只換來優化名單上的名字，你要他們還怎麼燃燒？這是一代人的集體失落，一代人正在被收進沉默的深井裡。很多人以為裁完這一波就穩定了，但現實往往是，企業裁掉的不是多餘的人，而是未來的可能性。當企業不再擴張，不再投資，不再培養新人，只想着熬過寒冬，那意味着增長真的停了。而一旦增長蓄勢崩塌，整個社會就會失去方向感。沒有方向的社會是最危險的，人們會焦躁、憤怒、盲目、易爆、易碎。這不是個別企業的問題，而是一個大環境在悄悄裂開。有人說現在是經濟調整期，也有人說這是必須要經歷的陣痛。可為什麼承擔陣痛的永遠是那些最努力活着的人？如果連百度、
聯想這樣的巨頭都開始大範圍撤退，那麼普通人呢？如果連大廠員工都開始無路可走，那麼我們呢？你所在的城市真的還安全嗎？你現在的工作真的還能撐到明年嗎？你以為的穩定真的還存在嗎？這一波不是浪，是海嘯，而真正的衝擊可能現在才剛剛開始。